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7月13日，即係呢單新聞呢，唔想佢嚟，但偏偏都會發生噶啦。咁我哋都預計之內嘅，情理之中啊。咁因為中國咧做實地調查嘅採訪記者咧係好高風險嘅，除非你做官媒啦，做官媒嘅你就說好中國故事，就講好中國聲音，否則嘅話咧，你係揭露社會真相咧，呢樣嘢就非常之危險噶啦。以往亦都有唔少嘅例子啦，係揭露完真相之後銷聲匿跡，又或者咧係死於非命嘅。咁我一陣間會同大家講幾個例子。咁今日就要講咩呢？今日就講韓福圖。韓福圖就係新京報嘅記者。咁啊，我哋啱啱其實前幾日咧先講完佢嘅即係工作㗎。咁咧佢就係由5月份開始咧，就係實地調查做臥底，連同2個實習生嘅記者去查出咧，原來中國咧有好多運油車。係上一手咧就運完呢個嘅煤油化工油，下一手未沖洗嘅車，然後攞翻同一架車就運食用油、運大豆油，即係你翻大陸啦食嗰啲喺街度買嘢食啊、買外賣啊或者係餐廳食肆啊，佢哋用嗰啲油咧好可能好多咧就係先運完化工油、煤油、柴油，然後架車唔沖洗，最終咧就係再下一手咧就運食油，然後就炒餸俾你食嘅。即係台灣有新聞報道即刻話啦，《人民日報》啊以前啊仲嘲諷咧啲台灣人咧，又話中國食唔起茶葉蛋啊，甚至乎有啲民運人士咧就話喂，中國人用煤油炒菜㗎，佢就話呢啲真係實在係井底之蛙啦。咁啊即係用煤油炒菜係離譜嘅，但係而家就發現到用煤油車運過煤油，然後轉頭就運食用油炒菜，咁啊呢個就揭露咗個真相出嚟啦。結果咧幾日後佢就失聯喎，佢個微博係被清空，用戶不存在 delete 咗啊！而佢啲親友啊、朋友啊試圖去揾佢聯絡佢唔到，咁呢個就令人哋好擔心啦，已經失咗聯。咁但係咧，我喺微博、微信咧就係查佢嘅新聞，就發現咧有大量人咧係表揚緊佢嘅，即係咧佢個名呢3個字咧未成為敏感詞。而我前日先報道完啦，就係呢個《人民日報》央視啊都點名係批評呢啲所謂嘅處理食油嘅方法咧係投毒喎。呢個《人民日報》同埋央視咧係大篇幅報道。咁啊高高舉起，當然啦呢幾日咧就佢哋意圖就話係個別事件，係幾架車嘅啫，呢個低低放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咁。咁咧我哋即係回顧一下啦，新京報呢位韓記者最終係會點樣我哋唔知啊，但係佢當日係點樣做？佢由5月16號開始就已經咧做呢個嘅調查採訪噶啦，做調查採訪咧就係連同咗2個實習記者，一個叫張新維，一個叫郝哲林，2個記者咧一齊咧就係跟蹤啲煤油車。就發現啊，喺呢個嘅煤油車裏邊咧，佢哋係先運咗煤油，然後咧唔沖洗，再將食油運送到去邊度咧？喺5月21日，佢哋見到咧呢啲咁嘅車咧係運送到去匯福糧油集團公司。咁呢個以為係一格啦，但係因為佢做記者嘅時期係臥底入去啊嘛，佢同其他司機講話呢個係行內數以十年計普遍嘅現象嚟噶啦。就唔係咩特別，然後佢哋再揾到另外一架，就係5月24號喺河北牌照嘅一個油罐車，咁然後咧用同樣嘅方法咧係先運完煤油，然後咧再運呢個嘅食油啊。佢同嗰個司機揸嗰個司機係傾嘅，佢明確表示咧石家莊咧將煤製油卸完之後咧就從呢個石家莊運到天津冇清洗過啊。正常咁大嘅油罐車如果唔進行清洗咧，點都有10幾升嘅煤油喺裏邊嘅。咁你啲邊全部都係油嚟噶嘛，黐住咗係冇辦法卸晒噶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普遍現象嚟嘅。所以啦話上個月咧救咗日本婦女同埋個兒子嗰個中國英雄啊，就叫做胡友平。胡友平咧就救個人啦，因為佢係保姆車見到一個中國籍嘅男子無故斬日本人，咁佢就即係以身抵擋，最終咧就係因此而身故嘅。咁7月份嘅中國英雄咧就係韓福圖啦。咁而韓福圖咧過去咧都有好多嘅調查喎，其實譬如話2016年咧佢臥底入去服裝廠就喺常熟呢個地方咧就揾到佢童裝嘅產業鏈啊，就係喺山區裏邊咧雲南山區啊，就拉嗰啲兒童啊入去做呢個嘅服裝入去做服裝做即係勞工喎。呢個聯合國嘅強迫勞動咧，裏邊都有經常講到嘅，但係中國即係往往就否認咗中國有強迫勞動噶嘛。咁佢2016年嘅時候咧就入咗去調查，2020年咧深入調查咧安徽
有好多間醫院咧涉嫌咧就呃醫保揭露咗好多醫院咧以免費嘅套路咧係拉一啲輕症啦同埋呢個冇病呢個嘅醫療保險。2021年臥底網紅餐廳就發現呢啲網紅餐廳咧係用隔夜死蟹當活蟹賣今年咧就係油罐車事件，所以呢個都係個英雄人物嚟嘅。因為中國做記者，坦白講人工就好低嘅。如果唔係一個巨大嘅理想咧，做記者咧，你就人工低，而且係做即係一啲嘅民企，唔係做官媒。做官媒都希望好似胡錫進咁樣，係咪可以步步高升啊？升上去做幹部、黨幹部啊嘛。咁但係你做民企嘅記者，仲要調查記者，風險高，又下場咧又好慘淡嘅，好多都係。咁譬如話我舉幾個例子啊，有幾多好慘淡咧？以往咧有好多咧係死於非命嘅，咁但係咧當然啦，而家咧因為事件暴露出嚟咧，就話其實呢個行內咧幾十年嚟都係咁樣噶啦，用完呢個煤油、化工油再車呢個嘅普通嘅食油大豆油，咁但係有網友咧即刻咧喺街度咧就揾到啊，但係呢個就未知真假噶咁咧就係一般人咧用嗰啲運水車用食用水嘅車運水車，咁咧佢哋喺街度揾啦。嗱，你留意啦，佢哋咧呢啲嘅貼紙咧都係都好舊嘅，即係唔係擺上去嘅，似乎咁佢喺街上面搣咧，就發覺原來食水車運水車咧係吸糞車嚟嘅。咁到底有冇沖洗過咧？用架吸糞車，咁呢啲就不得而知啦。咁但係咧就而家風聲鶴唳啦，人心惶惶但係查出嚟做吹哨人係做1分鐘英雄嚟嘅咧，往往咧下場可以好慘淡嘅。譬如話咧，以往有幾個好出名嘅記者，2011年無國界記者對呢個李翔咧被殺係感到震驚呢個 BBC 嘅報導因為咧呢個嘅李翔係邊個嚟㗎？我哋都唔知啊，但係我哋知道大陸有一樣嘢叫地溝油，地溝油咧就係由佢開始報導出嚟。咁我哋不嬲都知道呢個世界有地溝油台灣以前都有地溝油啦咁但係具體用地溝油作為產業鏈，就係由佢報導出嚟，喺河南嗰度報導出嚟，喺洛陽電視台，佢係洛陽電視台嘅記者。喺2011年咧，喺佢嘅單位度行出嚟，身中10刀，就係刺殺身亡。咁然後咧，警方係拉到人㗎，就話係劫殺嘅啫。喂，中國搶劫就好常見啦，嗰個年代。咁但係搶劫而劫殺嘅真係好難相信。最後咧，即係嗰啲人咧都係揾唔到背後有咩人指使係咪因為得罪咗人咧？地溝油事件背後有產業鏈嘅一個例子啦。另外一個咧又更恐怖嘅，有個叫孫洪傑。孫洪傑咧係北疆晨報嘅記者，咁咧佢係調查啲乜嘢咧？佢係調查政府非法拆遷，利用黑社會新疆啦非法拆遷，最終咧佢又係用同樣嘅方法俾襲擊者回家途中俾4-5個陌生人襲擊，最終就係腦出血而死。咁而警方就話咧係酒後鬧事喎。哇！呢兩個記者咧，嗰個下場都係好相似嘅，一個就話劫殺，一個就話酒後鬧事。咁仲有太多類似嘅新聞啦，譬如話咧，我哋都好熟悉噶啦，趙連海咁就喺即係三聚氰胺大頭奶粉事件，就係維權家長，最終係俾政府拉咗坐監啦。其實有大量呢啲嘅例子係說明咗嘅，甚至乎咧，我哋亦都好熟悉嘅就係頭先講到呢個大頭奶粉事件啦。大頭奶粉事件個記者咧揭發咗出嚟，最終咧佢就係因為壓力而辭去咗記者嘅身份。揭發咗出嚟嘅時候咧，佢攞咗獎嘅成為英雄嘅，但係好快咧就俾人哋話係咩即係搞亂中國啦，唱衰中國，抹黑中國咯。最終咧佢就辭去，後來自己創業，而家咧就係低調地做人。咁因為低調地做人，我就唔公開佢嘅相，唔公開佢樣貌啦。咁所以呢個中國咧經常都會發生喎。因為你解決唔到個問題啊嘛，大頭奶粉解決唔到問題喎，呢個涉及食物安全嘅問題喎。背後有好大嘅產業鏈童工問題，地方強拆你解決唔到個問題，因為背後有千絲萬縷嘅利益，而嗰啲好多涉及政府嘅。而四川豆腐渣工程、汶川大地震嘅時候，溫家寶視察，哇！明明係睇到啲柱咧係短嘅，裏邊啲鋼筋咧係短嘅，話要追究嘅，最後不了了之，甚至乎有線電視嘅記者上去俾人阻攔，嗰啲維權嘅家長最後俾人拘捕。咁呢個你解決唔到個問題啊嘛，你只能夠係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咁呢個就係中國嗰個即係慣常手法，呢個叫維穩。因為點解呢？嗰個問題已經有噶啦，個問題有受害者。
但係個問題係一個局部問題係點嚟？如果你將個問題揭發出嚟咧，引起民怨，好多人民咧就憤怒，一齊去告政府，或者一齊咧去示威，一齊去維權，就由點就變成面。當個點變成面咧，就會擴大問題咯。擴大問題咧就會影響政府嘅管治威信啊。所以佢咧就一定要防範於未然，一定係要壓制住嗰個由點變面，將問題惡化嗰個情況。咁最好嘅方法係點啊？如果你由點變面，如果用我之前講大禹治水嘅方法就好簡單啫。大禹治水嘅方法咧就係開導啲新嘅引流嚇，將啲引流咧引到去其他地方，咪唔需要令到嗰條河有咁大壓力咯。遇到民怨，用大禹嘅方法就係疏導民怨，令到人民可以滿意，唔會維權咯，係咪啊？譬如話你有人食咗大頭奶粉嘅，咁你咪要將涉事嘅官員懲治啦，係咪？如果涉及係國有企業嘅，咪要賠償俾人哋咯。咁但係咧，佢哋又唔係用呢個方法，佢用大禹個父親呢個鯀嘅方法，鯀係起堤壩，將佢堵住，防民之口就甚於防村。當然啦，你話如果將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嗰啲奶粉咁多，如果要賠，個個家長嚟追究美國啊，經常有啲集體訴訟啊，一賠幾億美元噶嘛，喂，分鐘破產都似喎。如果呢個國有企業破產或者欠債累累，呢個涉及到國家安全啊，所以佢就唔容許咧將點到面，佢唯一嘅方法就繼續起堤壩，繼續起堤壩，但係堤壩會缺噶嘛，缺嘅唔緊要嘅，係咪啊？佢繼續起，繼續倒，將個民怨倒住咗佢。所以咧，中國明明有信訪辦，信訪辦咧就鼓勵啲人咧去上訪，去報告為你喺地方啊受到咩地方官員嘅打壓啊，但係結果咧你上去信訪辦嘅時候會受到打壓，你上到去信訪辦之後咧，你又會成為失信人咯。登記咗之後咧，佢哋查無實據啦，就發覺你講嘅嘢係虛報嘅，然後你成為失信人啦，你又翻唔到屋企噶咯，搭唔到高鐵噶咯，搭唔到大巴噶咯。咁所以中國用呢個咁嘅方法咧，就防民之口，就甚於防村。所以呢個杭福圖記者咧，而家唔知佢下場係點。如果係好嘅，就好似當年咧揭露36奶粉嗰位記者咁，最後咪離開呢個行業咯，係咪啊？然後做生意又好，做其他又好，嗰位記者唔錯噶。後來因為佢抽身得早就即刻咧冇耐就辭咗職啦，因為攞咗新聞大獎。當時國家表揚佢啊嘛，嗰一刻民怨沸騰，國家咪表揚佢咯。咁但係當民怨一過咗嘅時候，啲人咧個重點一過咗之後，咁慢慢啲人就唔記得佢就危險喎，所以佢好快就辭咗職，然後自己開顧問公司啊，幫嗰啲企業咧去包裝形象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下場。但係好似頭先嗰兩位孫洪傑同埋另外一位咧，就係呢個李翔咧就被殺啦，呢個就係好好多啦。咁所以頭先嗰位36奶粉嘅記者咧，佢嘅下場已經係最好噶啦。但係即係呢個係生於這個世道啦，嗰種不幸啦，係咪啊？咁你喺西方或者喺美國，喂，吹哨人都會被打壓噶，係咪啊？維基解密一樣俾人打壓噶，斯諾登一樣俾人打壓噶。咁但係個下場咧，同埋個規模咧，始終係不能同日語嘅。喺歐美咧，講真說話嘅記者咧，始終係佔大多數嘅嚇。咁但係中國唔同啊，中國官方咧，佢哋定義咗記者嗰個或者新聞媒體嗰個社會功能，就係為黨發聲，説好中國故事，講好中國聲音，聽黨話跟黨走，係作為一個宣傳工具嚟。咁而西方個新聞理論咧，記者就係一種揭露社會陰暗面，監督政府。中國係唔能夠監督政府啊，所以頭先講嗰啲記者咧，佢一涉及到監督政府涉及到政府、地方政府，即係勾結黑社會拆遷，涉及到呢個嘅奶粉，佢哋就有危險。今次涉及嘅係國有企業係呢個嘅中國食物安全。如果令到中國人咧動搖咗，話譬如話香港人唔敢北上去食物，就驚食呢個煤油嘅食油，咁呢個會影響到國家經濟嘅。咁所以佢哋就一定要將呢件事咧，未由點到面嘅時候咧，就將佢打壓於未萌之間，就用同樣嘅手法去咯。咁唔知道韓記者會最後點啦？韓福圖願佢同埋其他負責有2個實習記者噶，希望佢哋可以即係平安無事，好嘛？
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啦。咁啊，下個星期一咧，中國近代史咧又會有課堂上嘅，就會講到抗日戰爭前嘅中國局勢。希望大家可以 join Patreon 啦。你 join Patreon 咧，其實就係我可以專心做我嘅影片，同埋咧寫書做研究嘅一個即係不二嘅法門嚟嘅。所以我好感謝有數千位嘅網友支持，咁亦都鼓勵大家加入去，用15蚊一個月 VIP 會員咧就可以無限重溫課堂嘅，其他級嘅會員咧就冇辦法無限重溫嘅，咁但係 VIP 會員可以無限重溫，多謝大家支持，今日講到呢度，拜拜。